今天我们一家要探访山芝的一个私房小秘境，这里可是我多年前第一次来山芝时造访的地方呢。这里游客不多，花花草草倒是热情迎宾，偶尔还能幸运看见老鹰在天空自在的盘旋。今天小星星要当我们的小导游，带领我们去探访这个小秘境。小星星也爱上这里，他在小路上自由奔跑，热情地跟花花草草打招呼，每一株野花野草都可能是他的新朋友。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脚步吧。Here we go！那这里花花草草相当的多哦，那这里相当的乡下哦，保持相当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状态。那这里种了各式各样的植物哦，像刚拍过的哈，那有流苏、紫藤花，还有各种的香草。山芝这个小秘境是我们一家3口经常造访的心灵补给站，它就藏身在风景如画的八莲溪旁，附近景点有虹桥和山芝游客中心。从淡水出发也不远，开车约半小时，沿着台二线一路向北，进山芝后转进中心街，再接中山路即可抵达。它长得小小颗的哈，然后花朵相当的小颗哈。看我的手。这地方我来过无数次了，还记得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，就被眼前的乡间田野风景一秒圈粉，那种亲切感，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小时候基隆河畔的家乡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美丽的花花草草，再搭配八莲溪的明媚水光，以及四周静谧的乡村氛围，一切都像极了我记忆中那种熟悉的 déjà vu 风景。我们发现的这条秘境路线，从农夫市集出发，先和三月雪流苏合照，接着沿绿意盎然的水圳走向八莲溪，穿过一条黄色小桥后，沿着西岸来到虹桥，在虹桥民宿前捕捉盛开的鸢尾花，最后绕回起点。这短短1公里的小旅程，我们走了将近1个小时，步调悠闲自在，沿途风景如画，让人流连忘返。这个是做超柜用的那个花。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时，回程时天黑，没有路灯，走在一片漆黑的河岸上。此时感觉呼吸声和流水声特别大声，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正在使用平常没有认真使用的感官，比如听觉、触觉，还有第6感，幸好没有碰到不该碰到的东西。
这趟夜走八连溪成了我人生中最特别的旅行体验之一。小星星可以说是我和 Carol 教过最难教，也是最特别的一位学生。从他还不会开口说话开始，我们就陪着他学英文、练数学，甚至参加 Carol 亲自教导的英文共学班。我们一同走遍各地的山林与海岸，让他用双脚和双眼去感受世界的多彩多姿。不过他在公立幼稚园一整年都在玩，学习几乎完全中断。小一开学后，遭遇严重的适应问题以及同学霸凌。他的班导师是一位新手老师，无法提供有效的协助。他的英文和数学只能靠我们夫妻俩亲自教导。所幸我们本身都是资深老师，能看出孩子的问题，也能分辨出老师教学的优劣，包括不久前那位让小星星完全学不到东西的游泳教练。教育从来就不是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，而是一条充满弯折与崎岖的旅程。小星星是我们教过最难教，却也可能是让我们感到最骄傲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让我们深刻体会到，真正的爱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也选择陪伴，不放弃。只要父母不放弃，孩子就永远有希望。只要老师不放弃，学生就永远有希望。正如美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 John Dewey 所说 ：“The self is not something ready-made, but something in continuous formation through choice of action。”自我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在不断的选择与行动中逐步形成的。努力的孩子就像天上的星星，终将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